于是下一秒我就成了鸡，会打鸣的那种。刚叫出第一声，一只巨大的手钳制住我的后颈。老板，就这只吧。我瞅他长得最精神，说话的男人劲很大。我扇翅膀，啄他手，掏他，挠他。这混蛋掐着我嘎吱窝，将我塞进一个笼子里。老实点，不然我拔了你的毛。我四肢瘫软在笼子里，机关也懒得立了，嘴里像嘎了舌头似的哀嚎。我死得很冤枉。上一秒还在感慨别人的20岁开保时捷，驾驶座小姐姐脸上粉涂得白白的，而我的20岁骑着电动车没戴头盔被交警抓住，在街头罚站吹冷风，脸冻得白白的。下一秒一辆出租车横冲直撞的过来，我变成在天上飞翔了。到现在我都想对那个司机师傅说声谢谢，我只是让你送我一程，没想到你真的送我一程。死之后神告诉我，我只是一本小说里面的女配，算是为男女主之间的感情添砖加瓦了，可以满足我一个心愿。我想到上辈子都是个工具人，连人生活着的意义都不知道。算了，开始摆烂吧，做自己。神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耳朵被人借走了，他兴奋点头，行。做只鸡，我连句等等都没有喊出来，就被踢进了轮回道，重生了。等我再次被男人从后备箱提出来时，我以为死期到了，可是没想到被丢给一个温柔的小姐姐，身上香香软软的。弄好看点，别出岔子。好的，曾先生，我没听懂什么意思，身子一下子腾空，接着被缠上粉粉嫩嫩的丝带，放置在一束花中。正对面恰好有一面镜子，里面那个威风凛凛的公鸡，战斗起来能打倒一头牛的气势，此刻头上扎着粉色蝴蝶结，下半身穿着纱裙，坐拥在一堆花里。我突然生出一种嫁人的感觉，人间不值得呀。刚才送我来的那个曾先生换了一身精神气的西装，很正式。他从小姐姐手里接过我，十分满意。这下子他总能满意了吧？男人提着我进了一个会所，看着门口把守的保镖程度，不难想象待会儿见到的人身份有多不简单。路过的人喊他一声曾哥，看向我时笑得好肆意。曾哥，这鸡怎么丑得成精了？你觉得你很幽默吗？我见过穷奇，没见过出奇，丑出奇了，哈哈哈哈！他们的笑声侮辱到我了，我说不出人话，气得咯咯叫。你笑你三姑爹，笑笑，再笑我让你知道上辈子看的碎尸案不是白看的。一进去气氛就变了，可能是生日宴，桌子上就摆了个蛋糕，坐在沙发上的男人点着蜡烛玩。老大，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姓曾的将我提在前面，和沙发上的男人四眼对视。该怎么形容眼前这个男人呢？这张脸轮廓线条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五官处处长得恰到好处，黑到浓郁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好奇。我承认自己犯花痴了，嘴里嘀嘀咕咕说了好多。大哥虽然没文化，大哥也不会讲话，但是大哥爱你，在心不在口。呵，油嘴滑舌。咋？你想尝一尝？我刚说完，笑意僵硬，立马怔住。谁？是谁在说话？那个略微傲娇的男生又响起，头上长那俩窟窿是来做美化的吗？我一脸惊恐。可是眼前男人分明嘴皮子都没有动一下呀。你是谁？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我收回刚才夸他帅哥的话，这男的估计是被隔壁青色骡子踢到嘴了，没一句好听的话。我骂了句傻逼，他敬我一句鸡精。鸡你个头，你全家都是鸡精。上头踢我投胎，可没说我和眼前这个人类还能灵魂沟通啊。我俩灵魂沟通都快打起来了，把小曾一个人扔一边。他怯生生的又喊了声老大。男人轻眯起桃花眼，鸡哦。从刚才的嘴战中我也知道了这个男人的名字，商瑶，名字像个人，本人属性却是狗。小曾的乐呵呵傻笑道，我寻思着你属鸡的，给你送个吉祥物。吉祥物的我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门前为了看起来精神点，脸两边还打上了红彤彤的腮红，我看了都想晕上一阵子。上辈子造的什么孽呀？所以不出所料，商瑶一脸的不爽，指着我炖了。哥，我吓得打了个鸣。炖，我的鸡声才短暂活了1个小时，就要结束在高压锅里了。那怎么行？说时迟，那时快，在小曾伸出魔爪时，我直接挣脱了束缚，飞到了沙发上。除了坐着的商瑶依旧淡然坐着看戏，在场所有人开始撸起袖子抓鸡。包厢里鸡飞狗跳的，我在半空一会儿飞一会儿扑，他们在下面扑腾跳。哈哈哈，愚蠢的人类！垃圾刽子手！飞到点歌台上的时候，我的爪子胡乱点到了歌。下一秒，高端上档次的包厢瞬间像是变成在街头卖唱的。母鸡，咕咕 day， 小鸡，就连那位最镇定的男人脸上也忍不住破防了，手捂着眼，不忍直视。包间音乐放纵歌声，公鸡，有人抓一下我屁股，我忍不住，喔。商瑶眉心一跳，真他妈配合得好啊！这些愚蠢的人类扯下了我的裙子，我气不过，踩着他们的脸飞。当然也没忘记合唱。
原唱咯咯day咯咯咯咯day，我扯着脖子，涨红了脸，脚下踩着人脸，气焰嚣张，咕咕咕咕咕咕。原唱咯咯day咯咯咯咯day，我咕咕咕咕咕咕，一声还高过一声。满屋子乌泱泱的人追着我跑，鸡毛四处飞。守在门口不知情况的保镖露出欣慰的笑意。老大好久没有过这么热闹的生日了，这场闹剧是在1个小时后结束的。小曾喘的声都变了，提着我的脚，这种倒挂姿势让我差点又去见上帝了。老大抓到了，怎么处理？商瑶轻扯了下唇，冷笑，然后金贵抬手从头顶拿下那根荡漾的鸡毛，留着吧。小曾掂量了下我的体重，也是认同的点头。确实，这鸡看起来挺有灵性的，留着当宠物也不错。我眼泪都快抖出来了。大哥，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啊！商瑶点了根烟，低眼瞥着我，打着坏主意，正好多下几个蛋。可是老大，他是公鸡。小曾同志热心解释，会下蛋的是母鸡，几乎没见过活鸡的老大。不是有个小品说公鸡下蛋，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吗？商瑶认真的在回忆。我用灵魂咒骂他不是缺心眼，而是缺脑。我被商瑶带走了，他亲自拎着我，站2排的小弟低着头，忍俊不禁的样子，如同脸部神经发痒似的。乖点，不听话，我把你毛拔了。男人的手心安抚着我头，用着最温柔的话，说出最变态的威胁。我哼了声，是可杀不可辱。他尾音上扬，那你是愿意做无毛鸡了？不是，我的意思，你可以再侮辱我一下，来吧，我承受得住。商瑶见过嘴硬的，没见过这般没骨气的。这里是一家高级会所，有钱人都难以进来的地方，偏偏商瑶在这里地位很高，连经理都是亲自来送的。商总，今天晚上玩的可还尽兴？他酷酷地嗯了声，走了几步，顿住，转身对着经理说，以后注意筛选一下包间音乐方面。经理不知道刚才的事情。什么？商瑶想到刚才的事情，有些一言难尽。就在这时，响起一道娇滴滴的声音：阿瑶哥哥。我奋力从商瑶的指缝中挤出头，看清来人，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黑长发，面容素淡，受得来阵风就能将她吹得贴墙上，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商瑶见她要走过来，将我举起，挡在他们之间。女人见到我这副神奇的真容后，吓得尖叫，脚还崴了，倒在地上。阿瑶哥哥，我是来陪你过生日的，你怎么拿着一只鸡呀？还这般丑陋，我气得快嘎过去。我跟你不熟，不需要你来陪我过生日。还有，男人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这可是我吉祥物，你不许说他丑，小心他发起火来啄你脸。男人故意捏了下我翅膀，我吃痛地尖叫一声。死男人，等我幻化做人形了，直接踩你脸上拉屎。女人果然不敢了，但是见到商瑶要走后，故意伸出手拉住她裤脚，可怜兮兮道：阿瑶，我脚受伤了，你怎么都不扶我一下？你是老太太吗？还需要我扶？下次别穿这么白的裙子了，大晚上看到还以为是从哪个坟包爬出来的。商瑶继续输出，你知道我这裤子是多少钱吗？他愣住，顺着话问，多少？178万，顶级裁缝一根线一根线制作出来的，你只是摔了一跤，而我可是失去一条100多万的裤子。商瑶嫌弃地拽出自己裤子，上面有女人留下的粉底。我作为刚才还故意在他身上踩了好几脚的人，压根不敢吭声，脖子都快缩没了，这是把我做成周黑鸭都赔不起的程度。女人都快被说哭了，没商瑶发话，谁敢去扶她？然后我就接收到一个怨恨的眼神。哟呵，这女人把怨气撒我身上了。想刀一只鸡的眼神是藏不住的。商家跟我想象的一样大，无处都在流露着你是穷逼，你是穷逼的高调。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仇富。该死的神，原本只是想摆烂做自己，现在倒好了，连人都不是。放心，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神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丢下这句话，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了投胎的前车之鉴，我是没敢相信他这句话。呸！这次真没骗你，商瑶这人你得多靠近靠近，他可以助你化作人形。我吓得鸡毛竖起，你压了还玩诈尸，吓死老娘了。不过确实，只要一靠近商瑶，我身体里就流淌着一股暖意，疏通经络。所以就是只要一直待在他的身边，我变成人是早晚的事情了。索嘎，我知道怎么做了。商瑶拎着我直接走向他的卧室。商瑶就在转动门把手的刹那，身后有人叫他，他只是偏过头，我也跟着看过去。好家伙，这不看不知道，一看鸡血都快流出来了。如果说刚才那个是倾诉美人，那么眼前这位就是火辣辣的大姐姐呀。她穿着性感的吊带睡裙，连外套都没有，该有的地方都有。商瑶神情冷淡极了。什么事？女人扶了扶耳边碎发，没什么，就是今天是你生日，还以为你会玩到很晚，没想到这么快回来了。商瑶正要开口，然后就发现手边的鸡双眼突然蹭得发亮，眼里的八卦都快闪瞎她双眼了。作为一只鸡，麻烦你摆正自己的身份。我无所谓道，都成一只鸡了，我还有什么身份可言？快说快说，你俩什么关系？商瑶对着女人只是冷冰冰一句，这是我家，你管我几点回？女人的笑容僵住，委屈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关心你。
怀二胎了吗？小孩考试及格了吗？工作有着落了吗？这么闲咋不去做菜，管我的事情？商瑶你！商瑶骂完，果断进屋，关门，留给他一个决然的门板。我感慨，原来这个男人的嘴天生就是这样啊！叫什么？我莫名其妙看他，我没叫啊！男人嘴抽一下，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尴尬的挠头，鲍丝儿鲍丝儿。王小红正准备去洗手间的男人脚步顿住，用了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瞪回去，做什么？难道是被我这名字魅力折服了？商瑶，我折服你个鬼！没什么，就是许久没听到这种朴实无华的名字了，比我大舅妈家的表哥的二婶他儿子还要接地气。我表示不服，报上他的大名。商瑶悠悠说道：“李刚，这又比我好哪里去？作为上一世书中的女配，这个名字相当符合我的人设。”晚上，我躺在准备好的鸡窝里，失眠了，忍不住出声：“我觉得你身边的人很奇怪啊。”没睡着的商瑶睁开眼睛，淡淡出声：“你居然发现了，很好，很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快多了。我怎么觉得你在鄙视我？”商瑶翻了个身，看着我：“怎么会呢？我只是在惊叹你这凡人所不及的智商，珠穆朗玛峰都高攀不上的反应速度。够了，别说了，我先去吐一会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商瑶说明了一切。原来，在他身边，凡是主动靠近他的，都是带系统的攻略女。上到小妈，也就是刚才出现的睡衣美人，中到青梅竹马，下到公司秘书。若不是他有读心术，早就着了这些人的道了。我提起眉毛大惊：“你长这么大真不容易呀！”商瑶哼了声，显然积怨已深。不管我怎么远离他们，将他们赶走，又会重新来另外一批。不知道的以为我是怡红院的老鸨，身边围绕的女人比男人还多。说到这里，他好像更忧伤了。不对，这些攻略者，其中还包括男的。噗嗤，我张嘴大笑，嘴都快裂成两半了。男人阴恻恻道：“不许笑。”我没笑，我只是在地上找我的头。我眼珠子转动几圈，想到神刚才说的话，这下可是送上来的机会了。昏暗中，商瑶的声音跟鬼一样幽怨响起：“你看起来像是在打坏主意。我杠上开花，麻中带麻。这狗男人有读心术不说，还有火眼金睛呢。”我讪讪摆手：“怎么可能？我是公认的好人。”商瑶意外道：“那先前我居然看走眼了啊！死男人，真想拿把狙击枪狙死他这张唾嘴，再用鸡爪踩烂。”我不仅这样想了，我还真这样做了。我扇动翅膀飞上床，快到商瑶都来不及翻身，然后我踩在这张180米的总裁床上，脚滑了，更吓人的事情出现了，我亲了商瑶。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我感到身体划过一道流光，然后整个人扑在了男人身上。男人正准备推开我的手，在触碰到我身体的时候，又猛地撤回。我因为亲了商瑶，居然就化作人形了。翌日一早，当我伸着懒腰从商瑶房间出来时，路过的佣人看得撞墙上了。就这样，孤独寂寞了20多年的商家少爷，房间里居然藏女人的消息传遍了。你是阿瑶的女朋友？商瑶的父亲最近去游玩了，家里就住着他和这个后妈白晴。我咬着一个三明治，睁着无辜天真的眼神看着他，然后点头。白晴白天的时候穿得挺正常的，她笑了下，淡定地抿了口咖啡。小姑娘，我劝你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摆出洗耳恭听的姿态，可能是看到我比她还淡定，女人有些坐不住了。阿瑶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你们不会长久的，他爸爸也不会同意你这样的身份进门，你就早点死心吧。这样的对话我已经听了不下10次了。没想到吧，上一世我可是在霸道总裁男主家的佣人。咽下最后一口，保证不会影响发挥后，该我上场表演了。我站起身，一个漂亮的滑跪，倒下那边，抱住他膝盖，大哭起来，但是发不出声音。这套动作下来，熟练的让人心疼，不枉费昨晚排练了无数次。一边摇晃着他，一边指着自己的嘴，阿巴阿巴阿巴。白晴扶好手上的咖啡，瞳孔都大了一圈。你是哑巴？我流着泪，像个无情的机器，疯狂地甩着头，跟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似的。白晴，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有些该死。够了，你这样我很害怕呀。白晴终于坐不住了，她刚要站起来，你们在做什么？商瑶姗姗来迟，看到我跪到地上，愤怒不已，指着他，你竟敢欺负他！白晴举起双手，我没有。商瑶扶起我，脸色一冷，小妈，我希望你摆正自己的身份。王小红现在是我女朋友。商瑶，可恶，有点念不出这个名字怎么办？白晴想解释，妈的，我还没有出招呢。男人盯着他，你可以侮辱他，但是不能侮辱我。今天你敢骑在我头上，明天就敢踩我坟上。既然你不喜欢他，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搬出去住了。白晴，我啥时候侮辱你了？直到人走了，他喝着咖啡，稳住心跳，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想不到有什么不对劲。不对，当务之急是给那个出门在外的丈夫打电话。喂，老公啊，老男人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年轻的。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白晴脸一垮，早就料到会有这出。你儿子跑了。男人拍着胸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跟人跑了。重点不应该是你儿子吗？
我被商瑶搀扶上车后，立刻换下那副可怜兮兮的哭脸。怎么样？我演技还不错吧？商瑶开着车，不咸不淡地嗯了声。还行，就是浮夸的过分，让我都有种在马戏团观猴的错觉。我扑上去，你死。昨晚我俩达成一致的意愿，互相利用。我帮他扫除攻略女，他帮我一直护住人形状态。说搬出来，那就是真的搬出来，最起码会少一个白情了。商瑶要去上班，我是要跟着去的。而这次我又换了种人设。男人眼神复杂地看着我，真要这样？没问题的，相信我。我转头问一旁的小曾，小老弟，有没有让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我觉得他肯定是被我惊艳住了，不然怎么会一动不动？只见这小子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屏都没亮。喂，生啦？好的好的，我立马回来。他捏着电话，表情认真，眉目皱紧。老大，我3奶生2胎了，我要赶去医院。商瑶看破不说破，让他先走。我呢，就跟小学课间操的体育老师一样，撕心裂肺对着男人的背影呐喊：不要走！小曾吓得直接用跑的。传闻中不近女色的商总有女朋友了，全公司的异性鱼贯而入，纷纷围在门口观看。一辆高调的豪车下来一个容色俊逸的男子，接着他绕到另外一边，给副驾驶的人开门。然后在万千道期待的目光中，首先亮相的是女人那艳丽的红发，紧接着是白色西装紧身裤子，最炸裂的是她脚下那比狗屁还闪亮的金色切尔西。众人整齐划一地擦着眼睛，不确定，再看看。没错，那个穿着复古风的人就是我，商瑶。不知道为什么，活了25年了，头一回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很丢脸，尴尬到都能用脚拇指抠出带150平方的大草坪别墅。这里唯一不尴尬的人可能就是我本人了。我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看着他们一副退避三舍的样子，忍不住问身旁的男人：怎么样怎么样？初次作为你女朋友亮相，有没有镇住场子？商瑶面无表情道：镇倒是镇住了，就是有点镇过头了，有点不太阳间。倒是镇鬼魂用什么桃木剑啊？直接你上得了？你比鬼还吓人。谢谢夸奖，商瑶，你是从何看出来我是在夸你的？别嘴硬男人，我还不懂你吗？口是心非，商瑶，你懂个屁！我甩了甩蒙住充满智慧左眼的头发，我的人生我做主。商瑶接话，结果智商250，妈的，死男人！商总，这是你的咖啡。林秘书声音柔得快出水了，眼睛就没离开过商瑶。得了，第2个目标人物出现，我还沉浸在这办公室该死的气派里，就接收到男人的求救目光。欧克，完全没问题。秘书姐姐，为什么没我的份儿？林秘书眼睛是看向商瑶那边，话却是对着我说的。抱歉，这位小姐，我不懂你的口味，所以没有给你准备。潜台词是，你是哪位？配受这种待遇吗？可我就是没听懂潜台词，大方摆手，没关系，现在给我准备也没事。这样吧，给我来杯82年的雪碧。林秘书终于肯把目光转移到我这边了，官方微笑脸。抱歉，没有，我又换了个，那就随便给我来杯猫屎咖啡吧。记住，我要新鲜的，最好是现拉的那种。林秘书震惊脸，你在说什么？在得知这2样都没有后，我不开心的扭头对着商瑶说，你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商瑶，你但凡提个人类的要求也行啊，跟地里的锄头似的，想一出是一出。我很失望的摇头，算了，看来你这里的秘书能力也不太行啊，我还是委屈一下自己吧。走出去快要关上门的秘书捏紧手，有点被气到了。你究竟在委屈什么？天地安静了，我还有些遗憾没玩够。坐在办公桌后面处理事务的男人倒是难得夸张，演技不错，保持住。我翻了个白眼，这男人居然没看出来，我不是在演，我只不过是在趁机发挥没释放的人格。唉，这世上终究没有懂我的人。午休时间，我闲得无聊，出了办公室溜溜。林秘书守株待兔的间接拦下我，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勾引了商总？我睁大眼睛，居然这么不明显吗？自然是我这一身桀骜不驯的魅力。他冷着脸，抱着双手，少装傻，我警告你，他是我的，你最好自己主动离开，否则什么？这样吧，你给我500万。我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他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你给我500万，我立马离开，怎么样？林秘书气得放下手，跺脚，我就知道你对他不是真心的。我掏着耳朵，哦，那么让我见识见识你的真心吧，拿来吧，500万。看着我摊着的手，林秘书有些语梗，钱到账。我立马闪人，原来商总在你眼里就值500万，你这该死的女人。我一喜，其实我也不介意你拿1000万的，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勉为其难加价了。他沉默了，林秘书沉默了。我狐疑地看着他，你该不会拿不出来吧？他抿了抿嘴，继续保持尴尬。唉，我原本以为凭借你对他的真爱程度，500万不是问题，但是你现在这个态度让我严重怀疑，你对他也不过如此。姑娘，爱不起就别爱。林秘书，不是，我没有，我对商总是天地可见的真爱，连500万都没有，你敢说你是真心的？他恼羞成怒，你这该死的女人，你是故意的，
你等着。他撂下狠话，擦着我肩膀过去，姿态嚣张的不行。站住！他回头挑眉，怎么？你怕了？我不是怕就乖乖主动离开。我直接打断，提高音量，妈的，你踩到我切尔西了！脚上这双要如黄金的切尔西上最显眼的是他刚才的痕迹。英雄可以受委屈，但是你不可以踩我切尔西。给我道歉！林秘书哭了，真哭了。你有病吧？他看着我身后，商总，我不是故意的。可是这位小姐，男人揽住我肩膀，沉声道，道歉。我女朋友受委屈了，你不得道歉。林秘书怨念地看着他，她居然真的是你女朋友？我诧异，总不能是你的呀。他无视我，对着商瑶饱含着3分深情，4分埋怨，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我其实从进公司开始就一直喜欢你，每到深夜看到你孤独的身影，总是忍不住心疼。那边在含情脉脉表白，我跟商瑶开启小差。想不到你还有这一面。他翻了白眼，他在说什么狗屎？我有钱有颜有权，孤独个鬼。林秘书越说越开始往后退。现在你身边已经出现他了，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扭头对着商瑶说，你骂你不是人。商瑶，你一只鸡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的？林秘书，该死的，有点演不下去了。那我选择祝福你们。他捂着嘴就要转身走了。我打断，等等。林秘书摆手，不用多说了，我还是主动离开吧。不是，我是想说，这位小姐，你不用再针对我，我不打扰你们，好吧？我选择闭嘴了。直到人走远了，商瑶饶有兴趣地问我刚才是想说什么。我无奈摊着双手，我只是想提醒他口红粘牙齿上了，还有他还没有办离职手续呢。商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很奇怪，在此之前，人人都说他这张嘴比砒霜还毒，可是自从王小红来了后，他真心觉得这些人夸早了。商瑶的小青梅主动找上门来了，一如既往穿着白裙，不过这次她可能听进去了商瑶的话，脸画得很正常。阿瑶哥哥，这是我为你做的鸡汤，你趁热喝吧。男人板着脸，抱歉，我对鸡汤过敏。我手上也提着餐盒，但是没急着进去，而是选择多看会儿戏。该死的男人，该吃点苦头了。小青梅叫左娇，听说跟商家也算认识几十年了。小时候对商瑶不感兴趣，但是在1年前，这人跟中了邪似的，非商瑶不嫁。左娇也不生气，显然是已经习惯他这种态度了。阿瑶哥哥，你是怕你女朋友生气吗？可是这是人家一个晚上没睡，特意给你熬的，你不喝，岂不是伤了人家的心？商瑶眼也不抬，那你挺闲的，一个晚上不睡就去熬个汤，难道你的人生一文不值？左娇嘴角抽搐一下，深吸一口气，我忍。你就喝一口吗？不喝，待会儿我女朋友会送饭过来。左娇哼了声，她的厨艺肯定比不上我，可惜她低估了商瑶的下限。没事，哪怕她做的是屎我都吃。左娇，我真服了。商瑶突然转过头来，对咧着牙的我说道，还站在那里做什么？我饿了。我抿起嘴，把笑意憋起，麻溜提着食盒进去。讨厌，居然说人家做的是屎，我怎么可能做出那个玩意？为了你身体着想，我特意大展身手。我的后半句在商瑶伸出筷子，却被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夹住后，成功消音了。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商瑶，还不如吃屎呢。秋高气爽个屁！我被左娇单独约见出来了。大夏天的，他约我泡露天温泉，头顶顶着烈日，身下是热水，有一种在下点葱姜蒜就是在炖自己的错觉。我气息奄奄的，没怎么听左娇说什么，还能说什么？无非就是让我主动离开。我叹了口气，怎么就没一个富婆看穿我贫穷的灵魂，拿出几百万上下砸我呢？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为什么非要动嘴呢？到最后，连左娇的样子都看不清了，因为我中暑了。听说在我昏睡期间，商瑶趁机说了不少狠话，逼走了左娇。为了彻底打消小青梅的念想，商瑶出绝招了，直接带我见家长。我拉住他，事情会不会闹得有点大了？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你这辈子都要在我身边才能保持人的状态，要是以后你找人嫁了，那你怎么跟你未来老公解释我们的关系？我刚要张嘴，他冷飕飕笑，你别跟我说对外解释是姐妹也不是不行。我呢，这辈子也没什么喜欢的人，但是耐不住老人家那边催，反正你也离不开我，还不如我俩凑合过算了。你觉得呢？他说完这句话的眼神微微发着光。我低着下巴沉思点头，有点道理。商瑶的父亲还在游玩，这次回的是老宅这边，偌大的宅院只有2个老人住，想想也是有些孤单。我这次穿着发型一切正常，没整活了，十分有礼貌地喊了爷爷奶奶好。2个老人坐在对面，商奶奶摸着眼镜戴上，一会儿看着手机，一会儿看着我，然后对着商爷爷轻声嘀咕，只不过是对他们而言的嘀咕，其实声音已经形同喇叭在耳边了。商奶奶呐喊，这是那个吗？商爷爷观察我一下，摇头，跟着呐喊，不像啊。那就是换一个人了。商瑶这小子换人比我换牙还快。商瑶笑了下，可着解释，他俩耳朵不好，平时说话也这样，别见怪，怪不得俩老人一天下来这样你来我往的吼，这宅院真清静不到哪里去。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见家长一切都很顺利，没有想象中的为难。晚上的时候，俩老人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今天晚上真不打算住这里了吗？奶奶，商瑶过来揽住我肩膀，动作自然熟练。我们明天还有事，改天再过来看你们。商奶奶横了他一眼，又没有问你。商瑶有种被抛弃在路边成流浪狗的错觉。路边等司机将车开过来时候，我俩开始梳理目前情况。也就是说，只要我俩结婚了，这些攻略者就算任务失败了。男人淡淡点头。我喜滋滋地拍了下他，那这也不难啊，要不干脆咱们明天就去领结婚证。身旁的人呼吸都慢了半拍，小声道：会不会太快了？晚上有风。我没听清。什么？商瑶侧过去脸，留给我一个后脑勺，冷酷道：没什么，嘴硬的男人。我都看到你耳朵红了。路边走过来一个发传单的，帅哥美女 AA 健身俱乐部了解一下。就在你们这小区前面。我礼貌拒绝，抱歉，不健身，而且我们不住这个小区，健身小哥是个坚持的主。嘿，没事，你俩住哪个小区？我敢保证，以我家的实力都能开到那里。我和商瑶对视一眼。我安卓区的。我 iOS 区的健身小哥。可恶，还不了嘴怎么办？我和商瑶是闪婚的，听闻他爸回来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真的闪到了腰，就连参加婚礼那天都是坐着轮椅去的。商瑶上前喊了声爸，他爸吓得惊慌后退，别叫我爸，应该是我叫你爸。我瞬间想到上一世在霸总文学世界见识到了无数为了家产女人反目成仇的，该不会这对父子俩之间也有什么嫌隙吧？后来商瑶慢慢跟我解释，也就在我23岁那天跟我催婚来着，说什么不结婚死了都没有送终的。我点头，人之常情，那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也不过是说，若是死了没人送终，那就直接死他前头算了。他先送我。我呵呵笑，送你？我要是你爸，给你把骨灰扬了。逆子。和商瑶的婚礼，我原本只是应付一下，简单走个形式，没想到男人是来真的，很盛大，华丽到我心坎了。我轻轻扯着男人的衣袖，咱们就是演戏，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商瑶倒是没觉得有什么，我这辈子就结这一次，还不能允许我办好一点吗？反正以后商太太的位置一直是你，不给你好的，我还能给谁？我莫名的从这句话听出点宠溺的意思。婚礼当天，被我伤害跑的3个攻略女都来了。就当我以为他们是来破坏婚礼的时候，没想到3人感激地拉着我手。如果不是你，不知道我们身体里那个魂魄要干出什么离谱的事情呢。幸好你成功阻止他们完成任务，我们才能拿回自己的身体。原来就在我和商瑶领结婚证那天起，占领他们身体的外界魂魄因为没完成任务消失了。然后我心里压着另外一件事了，这商瑶身边都没有威胁了，好像也不需要我了吧。新婚夜这天，我看着床边半天没影，暗想这男人不会是先一步跑路了吧？该死的，居然单方面跑了。我起身，迅速打包好自己的东西，于是拖着比我还重的行李往门外走去，却跟从洗手间出来的男人撞上了。原来刚才他去洗澡了。男人穿着红色睡衣，衬得他容色如玉，沐浴后的男人看起来更加秀色可餐了。他低眉看着我手边的行李，沉默了3秒。去哪儿？意识到是我误会后，开始慌忙找借口，怎么样才能不尴尬？嘴快了一步。我刚才看了一本小说，女主新婚夜这天离家出走，男主对着空无一人的婚房说了句小妖精，你跑不了的。商瑶没打断，微挑眉，嘴角勾起意味深长的笑意。然后呢，我眼神开始慌了。然后就是女主真的是妖精，她修炼成仙，飞升了，男主一辈子都没找到，就大结局了。我说完都想来呸几句，说的啥玩意？男人走过来，身上带着沐浴露的清香，居然还是我喜欢的那个香味。睡衣领口偏低，锁骨若隐若现。商瑶这个狗男人居然在勾引我，道心不能乱，道心不能乱。我催眠自己。他拿走行李，然后慢慢牵住我的手，声音带着蛊惑，是吗？我感觉这个小说还有很多漏洞，不如今天晚上我们慢慢讨论。男妖精。翌日一早，我费力地从被子里冒出头，累到手指都在抽筋，开始放空大脑，总感觉有什么事情忘记说了。昨晚我是要干嘛来着？番外，我是商瑶，在我人生25年里，身边攻略者无数，若不是我对他们激发了读心术，恐怕早晚被这些人暗算了。我烦了，我厌倦了。然而某天晚上，我梦到了神，他跟我说要不要送我个老婆。我嗤之以鼻，你怎么不干脆送我只鸡？然后他就真的送我一只鸡了。对一只鸡有读心术的时候，真的是震惊了我。然后我发现这是一只不平凡的鸡，性子倒是好玩极了。我带他回家，才发现他接近我就能化作人形。后来我俩达成协议，互帮互助。我需要他帮我赶走那些攻略者。说实话，挺佩服这女人的，又傻又好玩，还有点可爱。我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喜欢上她的，就是觉得要是她一辈子都在身边，好像是件蛮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开始慢慢设套，让她和我结婚。她不知道，在婚礼那天，我那句我愿意是真心的。
但是我没想到，她居然想在新婚夜这天逃走。坏女人，我才不会放过你的。婚后小番外，我和商瑶婚后的第3年怀孕了，没高兴多久，我就开始忧心忡忡。可是商瑶这个傻帽整天龇着大牙，还沉浸在当爹的喜悦中，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忍不住往他翘臀踢了一脚。怎么了？怎么了？我摸着肚子，我会不会生出鸡蛋出来呀？商瑶这次懂了，信心十足。放心吧，老婆，我查过了，会下蛋的是母鸡，你是公鸡。我怎么感觉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不过好像确实没什么影响，孕期中我都跟正常人一样。和商瑶的孩子是个男孩，取名为商衍。对于小孩的教育，我决定自告奋勇亲自来。看着他那严重偏科的成绩，我气得差点翻白眼。小商衍默默对着食指，妈咪，其实我早就想说，你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我严肃反驳，傻儿子，我允许你这样说自己。傻儿子，我抖着成绩单，语文59，英语12，数学2分，震撼，实在是震撼，震撼到我都想当街来场发疯。小商衍抱着哭着说，妈妈你先别疯，你先把奥特曼卡片藏在哪里告诉我。我指着数学2分那里，我放只鸡上去，随便踩踩都能比你考得好。他摇着头，妈咪，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什么话？在喜欢的人面前，智商会变低。我开始紧张，你有喜欢的人啦？小商衍点头。我觉得我应该是爱上我数学老师了，怎么办？手有点痒。当晚，小商衍红着眼睛捂着屁股，蹲在小板凳上写日记。2023年7月11日，晴。今天在我妈咪的残忍威胁下，我又一次悲痛的失恋了。再见了，数学老师。我要去爱语文老师了。晚安。